不如你去死吧！你可不可以救生儿子？可以，看你出什么价钱了。你们是不是以为我的要求有点过分？但是等你们听完我的故事，就会理解我的心情。你真是个好鸡。我的名字叫阿健，是公司里最勤奋刻苦的业务员，我完成的业务量都要比同事多3倍，就连老板都要提拔我。下个月呢，我升你做主任。您别信口开河，老板，能骗你吗？去吃午饭啊！我更是娶了一个温柔善良的妻子，她马上就要给我生个儿子。可就在这一天，一切都被改变。下班以后，我照常开车准备回家。一辆无良的士恶意超车，我急忙踩出刹车，还是撞上了他。不良司机下车后张口就跟我要5000块钱，看了看他的保险杠，修一下顶多500块，就想拿1000块来了事。可无良司机的同伴很快就赶了过来，无奈之下，我只好破财免灾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分钱离开。我非常气愤。而我的汽车发动机被撞坏，不能发动却没人赔，为了不让妻子担心，我就谎称汽车坏了，送去了维修厂。到了晚上，妻子突然肚子痛，汽车还没有修好，我只好打电话叫的士。眼看的士来到了楼下，我急忙扶起妻子下楼，可没想到就在我们下楼的功夫，就有人捷足先登。找不到的士，我心情非常紧张。就在此时，妻子的羊水突然破了，马上就要生了。我刚要上楼打电话叫救护车，就发现一辆的士经过，我拼命拦住的士，让他救命，并且答应出2倍的车费。可接下来的士司机的做法让我彻底崩溃了。哎，这么多血啊！快走，别耽误我加班！妻子被送到医院时已经1尸2命。由于当时雨下的太大，我也没有看清车牌号。我最好的朋友阿聪承诺一定会抓住凶手。从此以后，我的意志消沉，手上的客户也纷纷退单。平时一直跟在我后边拍马屁的同事也来挖苦我，老板更是找到我，取消了我升职加薪的待遇。我坐在路边吃午饭的时候，又遇到了一个无良的士司机。我已经多给你10块了，你拍他怎么样？有多过还谁会说收你10块钱呢？不听这么多，说你胡说八道啊！哎，你这钱谁让我？这次我鼓起勇气走向了那个无良司机。眼看周围的围观群众纷纷鼓掌，我又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。到了晚上，好兄弟阿聪担心我会想不开，于是就请我到酒吧喝酒。喝完酒以后，他打算开车送我回家，但我担心他酒驾发生危险，就打算坐的士回家。这次我又遇到了一个无良的士，他不仅多收了我30块的车费，并且还在绕远路。我刚刚说了他2句，他就开始挖苦我。嫌贵了，有能力坐计程车就别计较，坐不起别坐啊。此时我想起了妻子的惨状，就要让这个无良的士司机付出代价。眼看对方断了气，我急忙将我的指纹擦掉逃走。起初我还非常紧张，可等我缓过神来以后，却感觉心里无比畅快。今天恰好是妻子的头七，我把惩治无良司机消息告诉了他。就在此时，阿聪也来拜祭妻子。原来他还是担心我会想不开，邀请我到他朋友家一起吃饭。可是我现在哪里有心情吃饭，就想着怎么惩治这些无良司机。果然很快就被我遇到了一个拒载的司机。司机，请问去不去土瓜湾啊？我坐上他的车之后，就询问他为什么要拒载。做生意当然是找赚钱多了才干。确定好目标后，我就让他在没人的地方停下车，打算用昨晚的办法来对付这个司机。可是这个司机明显比昨晚的那个要身强力壮得多，他把我殴打了一顿，而且还抢走了身上的钱。有了这次教训以后，我就打算弄把真家伙，于是找到了经常买我保险的黑老大强哥。有了真家伙还不行，万一遇上昨晚那种身强力壮的，我也不是对手。于是我就开始锻炼身体。经过1个月的锻炼，我终于又重新拾回了自信心。经过周密的计划，我打算在的士司机经常聚集的大排档寻找目标。很快，一个无良司机就进入了我的视线。我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，直接点燃了他的车。随后我就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。可没想到这次居然遇到了一个好司机，不仅态度很好，任劳任怨，
还不多收费。难得见到这么好的人，我不仅放过了他，还给了他100块作为奖励。难得人间极品。可刚一转身，我就看到一个正在欺负阿婆的无良的士司机。我直接走上去要替阿婆主持公道，可对方仗着自己人高马大，不仅态度嚣张，还一直推搡我。我只好掏出真理来给他讲道理。可没想到这件事引起了广大的士司机的恐慌，他们聚集在警察局门口，要求尽快将我抓捕归案。这个案件也落到了我的好兄弟阿聪身上，他们把唯一的目击证人阿婆叫到警局询问，幸亏阿婆十分讲义气。别看我了，我绝不能出卖哥们儿。阿健再次邀请我来酒吧放松，并且把的士司机被杀的事情说了出来。你干嘛这样看着我？你以为他们是我杀的？哼，是你就好了，那我就美喽。说完你回去，我肩膀是多颗星。从酒吧出来以后，我又发现了一个的士司机正在对醉酒女乘客动手动脚，于是我就上前阻止了他的暴行，对方却十分嚣张，认为我在用玩具枪吓唬他，我当场就教他做人。眼看对方失去了行动能力，我立刻放走了醉酒女乘客，然后又对对方进行了审判。临走时更是拿对方的出租车进行泄愤。次日，警察为了将我抓捕归案，假扮成了的士司机，我恰好坐在了达哥的车上。达哥本想以交班为由让我下车，可我执意要让他送我一程。达哥拗不过我，只好答应下来。眼看达哥一直在前面发牢骚，我就开始吓唬他。老兄啊，你知不知道你有几个行家被人杀了？那知道，当然知道了，这么大的新闻谁不知道？你知道他们怎么死的吗？达哥似乎也发现了不对劲，立刻打开了电台。队长，有情况。所有单位注意，阿哥车上有可疑人物。收到，什么位置？现在在太子道上雅间料店10家公主道，马上赶去。就在我要对达哥动手的时候，他居然猛踩刹车逃下了车，我自然不能放过他，在后面开枪打中了他。此时恰好一辆面包车又将他撞飞，眼看他是活不成了，我就急忙逃走。可是看了新闻以后，我才知道原来我是错怪达哥了，于是我就冒险来到医院向达哥道歉。与此同时，阿聪在听录音的时候听出了我的声音，他急忙来到我家里找我，但此时的我还在医院看望达哥。道完歉以后，我就想离开，可此时达哥的女儿紫霞突然出现，我只好先劫持紫霞离开这里。就在我要逃出医院的时候，阿聪赶到了，他劝说我放开紫霞，我也不想难为好兄弟，放开紫霞后抢了一辆出租车就逃跑了。这可能是我此生开车开得最快的一次。好兄弟阿聪为了劝阻我紧追不舍，最终我在的士司机经常聚集的大排档停了下来。这群的士司机听到我就是的士屠夫后，居然要群殴我。我只是想为妻子讨回一个公道，这有什么错？如果没有那么多无良司机，我怎么又会化作的士判官？最终我被阿聪救下，送进了医院。可能我的人生到此也就结束了。我们下期见。